不想死就别喊，听明白了吗？别耍花样。大哥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没得罪你吧？把姓罗的还有姓邱的律师给我叫来。不行，你听我说，现在全城的警察都在抓你，你迟早要落网的。你一旦被抓到，就是死路一条。现在只有罗律师和邱律师能帮你活命啊！我把他们俩给我叫来。塑料3厂3号仓库记住了吗？密码1220694，是我们把你的案子打到发回重审的，而不是我们害的你。我拦你一条，别逼我。你知道该怎么说。谁让你帮我接一下？夏叔，哎，夏叔啊，怎么了？罗姐，你和秋姐在哪儿呢？不是你声音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开车出来办案子，被人撞了，他现在逃跑了，我被撞伤了，我现在手机也没电，你们能不能来接我呀？夏叔，你被撞伤了，伤得严重吗？你快把地址发给我们，我们现在就去接你。我在平顶路塑料3厂3号仓库。我推上塑料厂谈什么案子呀？夏叔车早卖了，他不可能撞车的，那肯定出事儿了。会不会是许建设？哥，我求你了，你报仇找错人了，我们一直想帮你的，他们两个一直在找你，想让你去自首，这样就可以减刑了。是马丽丽，她一直在骗你，她现在外面还有人了。说，接着说。之前就是她害的你，她当初就给了我们30万，后来还想要回去。我们好不容易把你打成发回重审，结果她要把我们给换了，她就压根没想让你出来啊！别，接着别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在监狱的这些日子，只有丽丽去看过我。她还替我养我妈。你妈早死了，真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什么？啊！你再说一遍！真的，是真的，我发誓，你母亲在我们带给你案子的时候就去世了。马丽丽一直骗你，她想控制你，她想稳住你，她想要你的财产。她现在还和一个叫何明的律师在一起了，他们住着你的房子，就是你的钱。他是你的计划，可以去打电话问，可以去打电话问，我没骗你。姐，我是建设。
建设啊，建设，我来了，建设。建设，我把钱给你拿来了，建设。这个怎么办？赶紧打电话叫支援，轻点儿。建设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建设，建设，我是过来给你送钱来了。建设，你拿钱快跑！钱？对。干嘛？建设，建设，建设，钱是吧？我妈死了，是吗？没有啊，建设，妈，我照顾的好好的，我照顾的好好的。建设，你听谁说的呀？他，贱人你！建设，你别听这帮律师的，他们没一个好东西。他们3个骗了我们多少钱呀？建设，你还是……我就问你，我妈死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建设，妈好着呢。建设，建设，建设，我错了，别拿了，建设。花我的钱，有别的男人？没有，我死了你也敢骗我呀？不是我，建设，不是我，都是何明儿，你听我解释，都是何明儿，我都是赚钱的事情让何明儿知道了，他把我送进去。建设，我建设，我怎么救你啊？建设，建设，你他妈死吧！别动！我是警察，别过来！许建设，你要还是个男人，出了事情就不要拿女人撒气，把刀放下，你还有机会。我拦你一球，横竖都是死。警察同志，你现在只有2个选择：一，我们都死在这儿；二，你把罗英子、秋花给我叫来，我有话要问他。把他们叫来！张队，小邵，里面现在什么情况？通缉犯许建设抓了2个人质，地上铺满了汽油。王队在里面稳定他的情绪，但是他还非常激动，会有一个小窗户，从内调许建设的所有行动。好。哎，罗律师，哎，里面不能进去。夏叔是不是被许建设绑架了？夏叔受伤了吗？瑞哥已经在里边处理了，支援也已经到了。你们还是听我的，回车上等着吧。尚警官，许建设抓夏叔肯定是想找我们，我们必须得进去。再说王警官在里面，我们只要不靠近许建设是不会有危险的。你就让我们进去吧。我们在执行任务，你们听我们的安排，赶紧回到车上。我们到那个仓库门口了，但是现在不让我们进去。好。王警官电话。喂，瑞哥，小邵，你把他们带进来吧。起来！不要冲动，人马上就到。真是，真是。周律师，邱律师，现在地下全部都是汽油，他手里还有打火机，我们不能够轻易开枪。许建设想跟你们谈谈，你们不要激怒他。
许建设，你想见的人已经来了，可以把人质放了吗？我要问问他们，我妈死了，你们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事都是我的错。闭嘴！许先生，我们当时不清楚，你也不知道这件事情，马丽丽也没有跟我们提过，有没有跟你说过？而在我们接触你的过程中，我们觉得你是有暴力倾向的，所以我们觉得提起这件事情会刺激到你，影响案子后面的审理，所以才没跟你提。那马丽丽骗我，你们总知道吧？我们也是在被你换掉以后才知道的。当时马丽丽多次要求我们会见你的时候，夹带委托书让你签字，以便处理你的房产。我们当时觉得不对劲，后来我们才知道她要把你的财产据为己有。先生，这两个律师骗了咱们这么多钱，你还信他没有？闭上你的臭嘴！我凭什么信你们呀？以前你还跟我说我的案子能够轻判，到头来呢，还是个重判无期。因为你的案子缺乏证据，审判上本来就有余地。我跟罗律师当时也是抓住这一点，当时就跟法院沟通过，只要你积极配合受害者家属的赔偿要求，法院也认为可以减轻你的刑罚。但后来换成了何敏是吧？他俩好了是真的吗？不是，先生是他逼我的，是何明逼我的，先生是何明逼我的，真的。你该死！许先生，是真的。何明确实是帮助马丽丽转移了你的财产，没错。但何明他自己也偷偷藏了证据，他用这些证据要挟了马丽丽，后来才成为马丽丽公司的副总。许先生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谈这些是没有意义的。现在最重要的，你要知道一点，马丽丽她肯定是有罪的，她会得到法律的审判。可是如果你因为她而加重自己的罪行，这是得不偿失。你现在把刀放下，把打火机放下，把两个人质放了，你还有机会。我妈死了，什么都不重要了，谁会给一个囚犯机会啊？许先生会给机会，会的，只要你自首，你就能争取宽大处理。许先生，我跟邱律师，我们都可以成为你的代理律师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伤害马丽丽的话，你要承受的刑罚也会随之加重的。我妈死了，我妈死了！许先生，许先生，你想想你的母亲，她如果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她得多难过呀！你难道就不想去你母亲的墓前去看一看吗？她肯定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着。许先生，你好好想一想，想想你的母亲，想想两位律师说的话，你的母亲不想看到你这样。你该死！许先生，我自首。走，快！我有证据，证明确实有罪。再说，外面有救护车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。你放开我！我没罪，你们放开我！我可以举证许建设，我可以举证许建设。再见了，啊，再见，谢谢。喂，打电话是问你许建设这边有没有进展，抓着没啊？你这电话来的可真是时候，许建设刚刚被抓了，
已经抓着了？那就行吧，放心了。我这在罗英子家的楼下等了一下午，饭也没吃，又累又饿的。那我回去了啊，吃饭去。哎，你先别过，刚才那罗律师、夏律师还有邱律师都在现场。罗英子也在那儿啊？是被许建设给骗过来的。没出什么事儿吧？对峙了一会儿，现在都去医院了。我这儿还有事儿，不跟你说了。你干嘛？找谁啊？找人。咱们问一下，有一位病患叫罗英子啊，女士。我们这里留观室没有这个人，你去旁边急诊室看一下吧。这边啊，对，这边能穿过去哈。可以。好，谢谢。警察同志，我们这边很快弄完了，麻烦您啊，还在这儿等着。那个待会儿去做笔录，时间长吗？不会，不快的。好，谢谢您哈。欧姐，小姐，我又闯祸了。我当时是想提醒你们的，但是许先生把电话给挂了。行，夏叔有进步，知道反思了啊。夏叔啊，当今社会，谁要说把这刀架在脖子上，他都能宁死不屈。反正在我这儿，我不相信，这大概率就是一个伪君子。这种极端情况啊，什么事儿都不怪你，你也别往心里去了啊。伤口啊，别沾水，记得按时换药就好了，好吧？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怎么又哭了呢？行了，没事了啊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好了，干嘛？要不你自己擦？姐，那你还是帮我擦吧，我浑身都疼。哦，当大小姐的瘾又上来了，是吧？行，那今天我给你当一次妈，但是仅此一次啊。姐，哎，渴，得大小姐，小的去买热水啊，没有热的。哦，我回来拿盖锅给您焐热了，行吗？行。那你就凑合凉的。少一圈人呢。罗英子，哎呦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去你进医院就过来，你不哪儿伤了哪儿？不，我这我看着我。不是你别瞎碰，我哪儿都没伤，我有羊肉。怎么这么拗呢？你这人，以为你自己是谁啊？啊，还跟杀人犯对峙？我是不是告诉你了，让你早点搬家，骗得不停，就在家住。你昨天幸运，今天幸运，明天还幸运，以后天天幸运。你以为你是猫啊，9条命啊？我知道你烦我，但不用这样啊，就不拿自己的安全当回事儿。你说完了？没说完。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不知好歹你，我知道许建设要伤害你，我天天这2天在你家楼下蹲着，就怕他伤害你。皇帝不急太监急，哪儿受伤？你让我看看。我真的哪儿都没受伤，我好着呢。王瑞说你受伤了，那受伤的人他不是我，来了受伤的。哟，陈律师，你这消息可真够灵通的，这么快就赶来了。夏律师受伤了。您这话说的，那谁受伤也不行啊。刚才可是劲儿说我受伤了，我们夏律师被挟持了。皮外伤，养2天就好了。我们在车上等你，来啊。看见了吧？不过呢，这次确实我大意，我承认，你这次的顾虑是对的。对呀，这么说话不就得了？咱可是毛驴。哎，当我小狗啊，骂死我！行了，看你这么说话，知道你没事了，我放心了。行，那我走了，我这儿还给陪夏叔做笔录去呢，走了。哎，我跟你去，王瑞我熟。哎呦，您就别去了，待会儿再把您当犯罪嫌疑人给抓起来，我这于心不忍。
我知道你受伤，我这么冲过来你就走了。不过陈硕，这次做的很棒啊，给你点个赞。本来就是。哎，保持安全距离，干什么呢？走了。行，没出事我就放心了。夏叔，来，你把这杯牛奶喝了，喝了就能睡个好觉。你看什么呢？罗姐，你热的牛奶上面有层奶皮。对啊，这煮过的牛奶都这样，你没煮过牛奶啊？不是，我最爱吃这层奶皮了。我上中学的时候，我妈每天睡前都会给我热一杯牛奶，她说，只有拿小奶锅热的才有奶皮，微波炉就没有。1年365天，就没断过。那你要爱吃，姐以后都给你煮。我也不是爱吃，我就是……哎，我发现了一特有意思的事儿。这人啊，一旦遇到点事儿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妈。你发现了？就比如说被事儿吓着了，先喊出来就是妈呀，然后这事儿过去以后，想的还是妈。人家别说你了，其实我跟秋华都懵。但我发现哈，你这小孩挺有运气的，总是能发现唯一。这事儿呢，过去了，你就当它结束了，以后别再害怕，有我跟秋华在。谢谢你，若姐，还有秋姐。但是夏叔，得吃一堑长一智。以后出门在外的时候啊，得多留心啊。我就是去做了个脸，我没想着他会在门口堵我呀。我天天在法院门口发名片，这脸上都晒斑了。不过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都被绑架了还值得啊？当然值得了。我接到的案子还是大案子。多大案子啊？标的300万。我在法院门口碰到一当事人宋阿姨，她借出去500万，其中有300万都有欠条和银行流水，我都看了，应该是真的。她还是主动找我的呢，想让咱们妈打官司。发名片认识的啊？我怎么觉得那么不靠谱呢？那我明天约她出来聊聊，靠不靠谱的谈了再说呗。行，快把奶喝了啊，喝完能睡个好觉。我去给秋华打一电话，跟他也说一声。好。早，早，姐姐，我买了早饭，你们趁热吃。谢谢。夏叔啊，也有你的，你过来吃一口。谢谢秋姐，我不吃了。我跟宋阿姨约好了，我得去接她了。我走了啊，咱们9点半咖啡厅见。你昨天都受伤了，你今天不歇一天呀？嗨，没事儿，就破点皮。走了。真皮实。没案子啊，不着急的啊，慢慢来。来，秋姐的一片好心，路上吃了。好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成长了。哟，梅先生来电话哎。哎，梅先生，这么早什么事儿？英子，那个案子，我决定放弃了，不查了。为什么？我是搞法律的，明白司法裁定的终极性意义。那件事情已经结束了，我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执念抓住不放。梅先生，难道于先生死得这么不明不白，你也就这么放弃了吗？没有不明不白啊，
他是脑溢血死的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因为这个，让你失去工作，我很抱歉。不过以后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义不容辞。梅先生，您看，还给挂了，不是合着咱们为他在爬墙，他在底下把妻子给撤了。英子，你没看出来啊？看出来什么？梅先生已经判断出来了，梁成所因为这件事情把咱们3个一下全开了，就说明梁成所在这件事情上干系非同小可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陷害他的不止一个人？难道是集体陷害？可能吗？方丽红也陷害他？不好说。梅先生既然不让咱们查下去，肯定是有他的道理。也许他是想自己查，也许他是觉得咱们继续查下去可能对咱们更不利。不委托就不委托吧，我自己想啥谁也管不了。但咱们都已经被开了，梁成所内部发生什么情况咱们也不清楚，怎么查呀？我真应该在梁成所里面安插个卧底和眼线。说到卧底，还真有一个，而且还是最优秀的。知道你说的是谁？怎么着？那个鬼在你眼里是最优秀的？还行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世界上人都死绝了，我都不会找他。我跟你说真的呢，陈硕那么喜欢你，他肯定愿意给你当卧底。我知道，但是我跟他是没可能的。为什么没可能啊？我不喜欢他那一款。哟，那您喜欢哪一款呀？哦，您喜欢刘明那一款。那一款把您坑的。这世界上除了陈硕，只有刘明啊，就这俩男的了。哼，反正我不喜欢他那种痞里痞气的。哎，他换女朋友比换衣服都勤。那倒是，你没看出来吧？其实我也需要安全感，我被刘明坑得还不够惨吗？你找个男朋友，我天天还得想着他在外面勾搭哪个女孩了，这谁受得了？反正我受不了。哎，不提他了，我去涂个口红啊，然后咱们就去见老太太去。不是，我给你买这早饭你不吃啊？我路上吃啊，你开车，我在旁边吃，吃完了我就补个口红啊。你放心吧啊。哟，你快去吧！哎呦，哎，这眼皮跳是怎么想来着？我这一早上起来右眼皮一直跳，那完了，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。哎呦，当你没说，赔。啊，你先进吧，我给全全回个电话啊。啊，快点啊。好。邱律师，喂，邱律。陈律师，你之前说过，如果我想到了跟梅先生的案子有关的事情，就告诉你。今天我们跟梅先生联系了，现在我可以确信，我们3个被梁成所开除，跟当年的强奸案有关。其他的事情就没有了，我就是跟你说一声。那先这样啊，再见。哎，怎么没进去啊？你看咱们家大小姐，又跟那儿做白日梦呢。这就是300万的老太太啊。外加200万无证据证明。哎，秋华，不怪别人啊，你平时给人下属压力太大了。怪我？那走吧，咱别进去了。哎，得进去，趁夏叔这病情还没恶化之前，再给阻止他，别再让他给咱们铲出什么大瓜来。咱这也是刚开业，这法律咨询费上面也别那么多高标准了，1小时10块钱啊，10块，够他面前那杯水了。夏叔，小姐，小姐，这位是宋阿姨，这位是罗律师，这位是邱律师。您好，你好，给2位添麻烦了啊！我去点点喝的。哎，夏叔，我们俩什么都不喝，坐一会儿没关系的啊。阿姨，听夏叔说您想打官司，法律意识强啊是好事儿，
但关于这个诉讼，我还是需要跟您多说几句的。对于一般的民事纠纷来说呢，诉讼途径是指双方已经完全没有协商的余地，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。也就是说，您和对方已经撕破脸皮了，不可能再重归于好的这种程度。诉讼是讲证据的，闹到法庭上，说理讲情，那没有太多用。所以到最后，要是没有达到您想要的结果，一方面浪费了司法资源不说，另外一方面也浪费您自己的财力呀、精力呀、时间成本等等。我看阿姨也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哈，所以呢，咱们就……可是他欠了我300多万啊！宋阿姨有证据的，我刚刚又看了那些欠条啊，还有银行流水什么的，都是真的，都在这里。宋阿姨，这2位律师呢都是非常厉害的，之前把一个杀人案打成终审了，您放心。夏叔，要不然你帮我点一杯美式。昨晚你喝什么？哦，我就柠檬水就行。行。你好。你好，来点什么？阿姨，宋阿姨是吧？从您的这些欠条和银行转账记录上来看，这300多万您都是转给了一个叫何巧慧的。您为什么把这么多钱都借给他呢？这个可是说来话长，怕是要耽误你们3位的时间了。嗨，不耽误，我们也是刚开业，法律咨询费这块不收钱的，啊，60岁以上是免费的，您说吧，我姓宋，叫宋淑敏，我原来在一所中学当教师，我的丈夫呢，他在大学里教物理，他手上有2个专利，后来他就辞职下海了，用的就是他2个专利赚的钱办的公司，他们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，所以我们家可以说是条件很好的，衣食无忧。我50岁出头，就没再工作了。宋阿姨是一个有福的人哈。不是有句话吗？叫“身在福中不知福”。我年纪轻轻回了家，一个人在大房子里很无聊，每天就在家里走来走去。打麻将呢，我没有兴趣；这跳广场舞，我也拉不下这个架。我先生那几年，真的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在生意场上，他根本就顾不上我。就这样过了2年，我觉得我自己都要得抑郁症了。每天吃完饭没有事情做，我就会一个人走到窗户前，就这么站着，呆呆地看着地下，常常就会有想跳下去的冲动。那您的孩子呢？早年我是有过一个孩子的，是个女儿。可是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从这个事情走出来。从那以后，我和我先生后来也就没有再要。真对不起啊，sorry，你看来说点太伤心事儿，您别激动啊。真不好意思，没什么，谢谢。那个宋阿姨，您跟我们说说这个何巧慧吧。您说说她。我是3年多以前认识她的。晚安。大家好，大哥，
大哥您好，那个我是生物科技公司的市场专员，我这儿有几款这个纯天然的这个保养品，特别适合老人跟孩子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没事，我们可以试吃的。我们不要了啊。嗯，哦，好，好。大妈，大妈您好，我是生物科技公司的市场专员，我们在推广这个产品，我们专门研发的是纯植物提取的草本的这个胶囊。不要，不需要，不要钱的，给您试试的，行不行？我也不需要，谢谢了啊。大妈，您能给我一口水喝吗？姑娘，怎么称呼你啊？啊，大妈，我叫何巧慧儿，您叫我巧慧儿就行了。大妈，你怎么称呼啊？我姓宋，来坐吧。哎，那谢谢大妈。哎呦，你慢一点。大妈，我干这行这么长时间了，能让我进屋的，你还是第一个。没事，快坐呀。哎，谢谢大妈。不谢。大妈，我看您皮肤还行，可是您这黑眼圈还挺严重的，您是不是这个睡眠不太好呀？哦，你看，我这儿呢有一个这个酸枣仁提取的安神胶囊，特别好，您可以试一试啊，特别好吃。那天，他在我们家待了半下午，我一样东西也没有买，可是我也没有打断他。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太久了，需要有一个人跟我说说话。听着他嘴甜的一口一个大妈这么叫着，我心里特别舒畅。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，我才抱歉地跟他说，我们家其实什么都不缺，我什么都不买。他倒也没有为难我，还是含着一脸的笑跟我道别。姑娘，你怎么坐这儿没走啊？哎呀，你怎么哭了呀？大妈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心里憋得慌。那个，我在这哭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走，您甭管我，您走吧，大妈。你别难过了，有什么你跟我说说嘛。大妈，干我们这行实在太难了。你看，我在您家待了大半天儿，您一样东西也没买。当然了，我不是说您不好啊，我就是说这个事儿，您一样东西没买，我就一分钱也挣不了。我这3天，一个产品也没推销出去。这公司里面要有业绩，完成不了业绩，不光不给钱，还得罚钱。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我从小就没有妈妈，我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爸，你说我这么笨，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？大妈，不哭了，啊，不伤心了。没事，大妈，我一会儿就好了，您甭管我，您先走吧。姑娘，这样，你刚才不是跟我推销保健品吗？我买2种。真的？从那以后，他经常到我们家来。他也不再叫我大妈了，就直接叫我妈。他来了之后呢，给我捶背，给我洗脚，然后陪我说话，出去逛街，顺便呢也推销他的保健品。这些保健品我从来都没有吃过，可我还是不停地在买。慢慢的，就那么攒了大半个屋子。
我大致算了一下，我从他那儿光买保健品，前前后后买了将近60多万。那您爱人看不见吗？您老公不管？我先生一开始是跟我说的，让我不要去买这些东西。可是我跟他讲，从巧慧来了我们家之后，我的心情是比过去好了很多了，我也不再忧郁了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个孩子还和我们家女儿是同一年出生的。我甚至都在想，这可能是老天爷给我的补偿吧。那我先生说，如果能换来你的高兴，要买就买吧。后来他就不再去推销保健品了，专门来陪我了。我确实也没有亏待他，每个月我会给他2万块钱的工资，然后其他的零零碎碎的也给了他不计其数。在这期间，她也开了自己的公司，交了男朋友。哎，妈！哟，巧慧来了。妈，您看，这就是我总说的大民，还叫人啊？阿姨好。叫什么阿姨？叫妈呀！真是。妈好。来，总听巧慧说起你的。妈，您看看大明给你买的智能手机，哦，厉害吧？花什么钱呢？真是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花钱真的是。他欠您这500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？从他不再去推销保健品，专门来陪我开始的。一开始是有借有还，所以等他再借钱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多想。就这样，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，这个孩子总是还小头接大头，又陆陆续续从我那借走了200多万。那他借这么多钱，您先生不管吗？我先生不知道，他所有的心思都在自己的公司上，我也没有告诉他。直到后来，巧慧一次性要跟我借100万的时候，我觉得有必要跟我先生说一声。我告诉他之后，他不同意我借。可是我哪听得进去啊？他拗不过我，就跟我说，如果要借的话，一定要记得让对方写欠条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家是真的有钱，我先生挣钱的能力好像是无穷尽的。其实我自己什么都没有用，都给了巧慧了。可是谁能想到，我先生他说倒就倒下了。先生，先生，哎，你回来了？我回来了。呀，你怎么又抽上烟了？不抽了。那你饿吗？想吃东西吗？我不饿，我没事儿。你先睡觉吧。我想啊，在这儿再坐一会儿。好吧，那你不要坐太久。哎。呀，先生，呀，快，先生，快，先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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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的情况还不算太糟，如果及时的进行手术，再配合术后的治疗，他的生命可以得到延长。这样，您先去把押金交上，我们会尽快安排手术的。押金要交多少？先交10万吧。我已经把钱交了，一会儿我们就可以转到楼上病房去。你怎么样？感觉好一些吗？你放心吧，我觉得比昨天呀好多了。太好了。双面，我对不起你。
我的公司破产了。啊？去年的时候啊，公司就不行了，同类产品太多，市场竞争太厉害。我呢，又盲目的开了几十个连锁店，结果资金链一下就断了。对不起，淑敏。我原来想着呀，让你后半辈子跟我过好日子，可是没想老了吧，你就该跟我过苦日子了。小尚，你别这么说，苦日子我们过去不是没有过过。再说，我还有每个月3000块钱的退休金，够我们生活的了。还有就是咱们的家，为了公司啊，我把它抵给银行了，现在这银行的钱还不上，把我告了。法院呢要强制执行，让咱们腾退搬家。淑敏，咱们马上就是无家可归的人了。只要我们活着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你在，家就在。大妈，大妈，大妈您好，我是法官王玲玲。鉴于您的情况，我们法院为您租了间房子，并付了6个月的租金，您可以暂时过去先住下。感谢您的配合。至于这一屋子的保健品没法拍卖，您就自行处理吧。大妈，你这些保健品怎么办？那是我闺女给我的，装车吧。你闺女可真够孝顺的，这保健品都过期了呀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家会没钱，所以我在往外借钱的时候，根本没有想要给自己留条后路。等我需要用钱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的银行卡被银行冻结了，浑身上下只剩下1万多块钱，根本交不起我先生的手术费。那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您去管那何巧慧要去啊。巧慧自打知道我们家破产以后，她就躲着不见。宋阿姨，如果说您的家没有败落，是不是他再管您借钱，您还会再借他？我也不知道。如果他知道我有钱，又跟我开口的话，我总不好意思说没有。英子，董总给咱们发信息了。苏阿姨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有个急事需要处理一下，您稍等一下啊。夏律师，你的这2个同事，是不是不打算接我的案子？没有，苏阿姨，我这2位师姐都是特别正义的人，他们一定会接您的案子的，您放心。这案子咱不能接啊。我在想，就算咱们今天能把他钱打回来，他明天照样会被人坑。而且他现在可能连代理费都交不起。肯定交不起啊！咱们现在自顾不暇，哪有功夫去可怜别人？再说了，你听他说的那个何巧慧了吗？跟这种人打交道最麻烦了，还不够功夫钱呢。那咱可说好了啊，你别一会儿又看他可怜，你又动摇了。放心，我听你的，那就不急。罗姐，那我们现在就和宋阿姨签代理协议吧。说到这儿也挺巧的，宋阿姨，我刚刚也跟您说了，我们这律所也刚刚成立，所以呢，公章还没刻好呢。
代理协议也没有印好。其实，这熟人之间的纠纷啊，有时候打官司它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。我们虽然是律师，但是也不能挑送架送。如果还是可以协商的话，最好还是不要对簿公堂的好。因为我刚才也看到，其实您对这个何巧慧还是有感情的。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如果说我先生不是现在这样，躺在医院里急着要做手术的话，我想我也不会。所以我们的建议是，您可以再继续跟对方协商协商。罗姐，你听罗律师说，如果协议不成，您可以再考虑法律救济这个渠道。但像您标的这么大的案子，我认为您可以再找一个比我们更有经验的律师。那给3位添麻烦了。哦，对了，宋阿姨，我必须给您提个醒儿，您这里面有一张100万的欠条，距离诉讼时效到期已经很近了。如果您打算还想把这笔钱要回来的话，最好尽快去法院自己提起起诉，立了案。过了诉讼时效，就算你有这证据，也不行了。谢谢啊。再见啊，宋阿姨。哎，夏叔，你别追了，走吧，咱们回所里。不是，这什么意思呀？你们让我去拉案子，现在案子拉来了又往外推。宋阿姨有些钱的诉讼时效马上就要到了，咱们不管她，谁管呀？不是不管，是管不了。咱们所刚刚成立，连个章都没有，怎么接呀？那我现在就去刻章，一会儿就拿回来了。夏叔，不是章的问题，咱们现在百废待兴，没有精力办这种案子。你们没有时间，可我有啊。我每天不就是去法院门口撒名片拉案子吗？那现在案子拉回来了，你们没有精力，那我自己接行吗？你非要接，我们也不拦着。啊！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案子远没有看上去这么简单，你可想清楚了。哎，夏叔，他这个案子涉及2条人命，他和他先生的，你确定你能担得起吗？能担的人不想担，想担的人担不起，让宋阿姨怎么办？这个世界上需要解救的人多了去了，比如我们3个现在就很需要被解救。你们是觉得宋阿姨交不起代理费？那我帮她交，我那车刚好卖了80多万。哎呀，夏叔，你怎么听不明白啊？这个案子比想象当中要困难多了，它不只是代理费的问题。那有困难就去解决呀，反正我不能见死不救。我在法院这么多天，撒了那么多名片，没有一个人拿正眼瞧我，只有宋阿姨信任我，我不能辜负她。走吧。宋阿姨，宋阿姨，哎哦，夏律师，您先别走，他们不接您的案子，我这儿还有好多律师的联系方式呢，我联系他们。哦，那太谢谢你了，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。秋华啊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你不知道，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。我是说，你看人夏叔现在可是铁了心想打这案子，他这孩子又太实诚，万一碰到老韩那样的对手，咱也不能眼睁睁看他往坑里跳啊。要不然，咱就答应他，让他代理宋阿姨这案子。咱们平时没事的时候，也在旁边给他指点指点。哎，年轻人嘛，总要有成长的机会，大不了先让他代理起诉，啊，之后问题再说。你确定，就算咱们打赢了，拿回来的不是一张白条吗？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这么说你是同意了？他是你助理，又不是我助理。
那你不是也是合伙人吗？哎，那你说，要是让他代理这案子，这代理费怎么收啊？唉，风险代理呗。夏律师，实在不行就算了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在想别的办法。宋阿姨，您先别着急，我这还有好多律师的联系方式呢，我再多打几个啊。喂，罗姐，你别劝我了，我真的，我爱死你了，我也爱死秋姐了。好，宋阿姨，他们同意接您的案子了，我们现在回去找他们吧。真的啊，走。我就知道他们肯定会接的。宋阿姨，您现在手头上的证据就能证明，标的有300多万，代理费就得3万多，这笔费用您打算怎么办？哦，这么多呀！可是我现在连给我先生做手术的钱都拿不出来啊。我替宋阿姨交。这样吧，宋阿姨，要不咱们就签全风险代理，就是说，这前期我们先不收费，如果把这个钱给您打回来了，我们提成15%。如果您同意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签协议。同意的，啊，只要把钱打回来，别说是15%，我觉得给你们50%都是应该的。这是协议，您看一下。可以了，签哪儿？您还是好好看看吧。还有，您得从今天就开始戒掉对别人无限信任这种毛病。好，那么你先回去，一会儿我跟夏叔去陪宋阿姨练。行，那我先去结账。我把车钥匙给你。宋阿姨，我还有几句话想嘱咐您一下。您这个案子事实清楚，这300万呢也是有凭证的，而且证据也没问题。但困难就困难在如何执行，所以您起诉的事情，可千万不能让何巧慧知道。万一要是被她知道了，我估计连送传票都是问题。啊，您记住了吧？啊，记住了。那我先回了。好。好了，看好了。一共56块钱。啊，好。宋阿姨，立上案了，这是立案的回执单，您一定要收好了。现在您就可以回家等着了，等待法院安排开庭的时间。我这边还有点事儿，就不能送您了。不用送，不用送，你忙你的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宋阿姨，那我们宋阿姨，您是不是因为手术费发愁呢？您丈夫手术需要多少钱？要10多万呢。我先垫上吧。这怎么可以？不行，夏律师，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。治病要紧，大不了您要回钱再还给我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宋阿姨，您要再这样，我就不帮您打官司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夏律师啊。我这样不声不响的把小慧给告了，我是不是亏理啊？您怎么会亏理呢？是他欠您钱不还。可是我这样不宣而战，总觉得不够光明正大，像做错了事情一样。不告诉他好吗？要说起来是您占理，不过也可以跟他说，
没准儿他一听害怕了，把钱都还了呢。那个白色西装的那个律师，他不是要代理我们这个案子吗？啊，您是说陈律师是吧？哦，对对对。陈律师手头还有别的案子，他来不了，所以我来接这个案子。我是这个良城所的资深律师，至少比陈律师资深。资深律师，我觉得啊，他比那个姓陈的律师靠谱。你先听人说说。周先生、何女士，这个借贷官司呀，说好打好打，说不好打也不好打。这里面的诀窍，一个律师不经个10回8回的，他学不会。这一听这韩律师啊，在这方面就是经验丰富，是吧？不能这么说，只能说一般这种官司呢，我都是让我的学生去打。会啊。那个，韩律师啊，我跟您问个事儿，就是当初啊，良城所是不是开掉了几个律师啊？一个叫罗英子，还有一个叫夏书的。不说这个还好，一说这个吧，那我就得生气了。我不瞒二位，这2个白眼狼，当初就是我主张让他们俩滚蛋的。哦，这看来咱们是找对人了啊！他们跟咱们这个案子有关系吗？啊，没有。是这样，他们俩呀是原告的代理律师，啊，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咱这良城所啊是他们俩的老东家，所以我们就想这里边肯定有人能治得了他们呀。你们是奔着这个来的？哎，不是，不是有问题吗？你刚才说了这么多，我就问您一句啊，韩律师，我们这官司到底能不能打？能打呀。咱们先不说这些没用的啊，咱们先说合同。律师费，发改委、司法局都是有规定的。你们案子的标的是320万，20万我给你们抹去，咱们就算300万。那代理费就应该是14万4，咱们签了协议，先交70%，剩下的一审开庭之前再交清，没问题吧？韩律师啊，您的出台费实在是太贵了，我们请不起。来，大明，走，换另外一家。我再说一句，罗英子和夏书曾经是我的手下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们。你们出去以后再找别家，万一觉得不行再回来，少于30个，那咱们就别谈了。要这样，咱们再坐下跟他聊聊，我跟你再看看价去。韩律师啊，我们真是不着您来的，您给便宜点，5万，交个朋友好不好？谢谢。周先生啊，这个您可以到外面打听一下，少于100万的出场费我是不会出台的。但是由于你们说那个对方的律师是罗英子和夏书，那我还就得出了。这2个忘恩负义的，我得教他们怎么做人。但是，律师费这一块，国家规定在那儿放着呢，我降我就违规了。等你们签了协议，交了钱，我再告诉你们官司该怎么打。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哪儿值这14万了。谁让对方的律师是罗英子跟夏书呢？啊！这2个白眼狼，这样，我优惠1万4，咱们13万，1分都不能再少。小谭，哎，你把身份证和这个协议咱们备份复印。为什么整天？这个，哎，陈律师，所里现在规定啊，借阅案卷一律登记，麻烦您登记一下。啊？哦。什么叫忘恩负义？那3个白眼狼就是，
他们刚进所的时候，我手把手教他们，翅膀硬了，翻脸就不认人，典型的小人。什么样的人找什么样的人，他们如果不是这样人的话，也不能带这个案子，是不是？小田儿，哎，干嘛呢？打合同啊？这韩律师跟谁啊？这又比划什么？挺不开心的，看着。来了2个当事人，是奔着梁成所啊跟罗英子和下属过去来的。他们欠罗英子当事人好几百万啊，死活不还，要起诉他。我师傅一听标的很大，连公伙带撺的，这臭骂了罗英子他们呀，不忽悠人家把合同签了啊？嘿，那这当事人算找对人了是吧？可不呗。那这合同都打上了，就证明赚钱了，没分你哪儿？陈律师，您开玩笑了。我想从我师傅那儿抠钱出来，我得找钢指去。